如果背德语单词让你痛苦，如果德语语法让你崩溃，那今天这个视频很可能会让你重新找回学习德语的动力。科学家发现，学习和使用第二门语言很可能是在为未来的大脑建立一份珍贵的认知储备。你背下来的每一个单词都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有价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让你头疼的语法，让你崩溃的单词，究竟在你的大脑里留下了什么呢？答案要从一个令人揪心的现象说起。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原本健康的人在退休后开始慢慢忘记一些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事情，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近的人是谁。这就是很多家庭最害怕面对的问题——老年痴呆症。到今天为止，医学界仍然没有能够治愈它的方法，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100%的预防它。幸好，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指向了同一结论：长期使用2种语言的人，往往会更晚出现认知功能衰退的相关症状。关于这个话题，最常被引用的一项研究来自加拿大。2007年，心理学家 Alan Bialystok 和他的团队分析了一家记忆诊所患者的资料。他们发现，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平均更早出现认知障碍相关症状，而长期使用2种语言的人，认知功能衰退的相关症状往往出现得更晚。随后10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陆续跟进，被研究的对象来自不同国家，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教育水平。虽然各项研究得到的数字并不完全一致，但很多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双语使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症状平均会比单语使用者晚出现4到5年，部分研究甚至发现差异高达7年。注意，不是预防，而是延缓。当然，就像健身不能保证你永远不会生病，学习外语也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效果。毕竟，认知健康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遗传、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等等。但长期运动的人，身体通常更有底子，语言学习很可能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有些人即便到了老年，大脑依然能保持清晰？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认知储备。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部手机，随着年龄的增长，电池一定会慢慢老化，这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避免。但如果2部手机同时开始老化，其中一部拥有更大的电池容量，它通常就能坚持更久。认知储备就有点像这种额外的容量，而学习外语正是增加这种容量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掌握2种语言以后，你的大脑并不是把2套语言分开放，事实上，它们几乎一直同时处于活跃状态。当你说中文的时候，大脑需要抑制德语不要跑出来；当你说德语的时候，又需要抑制中文不要干扰。这种不断切换、不断选择、不断控制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持续的脑力训练。背单词是在训练记忆，理解语法是在训练逻辑，在中文和德文之间来回切换，则是在训练注意力和控制能力。如果把大脑比作健身房，那么学习语言就是一种全脑训练。而且最特别的是，很多运动一天只练1个小时，但语言会伴随你生活中的每一天。年长的人可能会问，我现在才开始学外语，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其实，研究表明，大脑的学习能力并不会在某个年龄段突然消失。相反，只要你开始接触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思维方式，大脑依然会持续被激活。无论从哪个年龄段开始，都不算太晚。所以，下次当你背单词感到枯燥时，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你今天记住的一个单词，正是为未来的自己累积一份认知储备。当然，学习德语只有动力是不够的，方法也很重要，特别是如何记住单词。
下一期推荐你看德语单词不用背。我是木兰，我们下期见 ，Bis bald。